诸葛亮死后不久，蜀国就灭亡了。然而诸葛亮死后葬在了哪里，却成为了千古谜团。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估计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在他100年之后，竟然会出现2座自己的墓。出现的这2座墓，到底哪个是真墓，哪个是假墓呢？又是谁为他建造了2座墓呢？接下来为大家揭开真假诸葛亮墓之谜。开始之前老规矩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偷偷告诉大家，长按点赞2秒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哦。诸葛亮死后葬在了哪里？1000多年来，民间流传着很多说法，其中流传最为广的有2种。第一种说法就是，诸葛亮在五丈原之战后一病不起，一生神算的诸葛亮深知自己即将死去，在他死后，蜀汉一定撑不了多久。然而，蜀汉最大的敌人是魏国，司马懿又是他的死对头，自己死后，司马懿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。如此一来，自己的墓葬很可能得不到安宁，所以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死前告诉刘禅，自己死后不要大张旗鼓的操办，也不要择地安葬，只需要将自己的尸身装入棺木中，用新绳新杠抬着一直往南走，等到绳断杠断之时，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。接着诸葛亮又公开放出风声，自己死后一定要葬在定军山。按照诸葛亮的吩咐，下属就开始在定军山大张旗鼓地操办后事。然而他让下属做的这些无非就是掩人耳目，他真正的尸身早已经被4个壮汉抬着一直往南走了。可是这4个人刚走了1天，就觉得腰酸背疼，浑身不自在，都各自抱怨了起来。要是这个抬法抬到猴年马月也抬不到头啊。于是几个人就一起商量，干脆找一处深山老林挖个坑埋了算了。一拍即合，埋完诸葛亮以后，这几个壮汉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兴高采烈地回去找后主刘禅领赏去了。刚开始刘禅也没想那么多，可是后来越想越奇怪，这新绳新杠的怎么使用了1天就断了呢？平常使用也要用个1年半载的。于是后主刘禅就派人问候了那4个壮汉，没过多久，4位壮汉就全招了。根据壮汉的描述，原来他们只走了1天，为了尽早的回宫领赏，就把新绳和新杠给割断了，然后就地掩埋了。刘禅听后大怒，立即派人斩首了这4位壮汉。等这4位壮汉死后，刘禅突然想到，坏了，还没有问他们把义父藏在了哪里呢。就这样，世人再没有人知道诸葛亮葬在了哪里。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，诸葛亮死后，刘禅十分的悲痛，组织了一个77人的队伍，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古墓。因为工程辛苦，为了保密，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是在一起的。为了犒劳他们，还专门为他们聘用了一个大厨师。他们的工钱都被放到了一个箱子里面。刘禅告诉他们，只要把义父的古墓建得漂漂亮亮的，等完工以后就可以把箱子里的工钱平分。可是就在完工的前1天，一伙人架不住好奇心，偷偷地打开了箱子。可是打开箱子才发现，这里面只有77锭黄金，也就是1人1锭。不对呀，还有一个厨师呢。这就让大伙为难了。这个时候有人提出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杀了吧。反正他整天只会做饭，脏活累活从来没干过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的这一提议竟得到了大伙的一致认同。说干就干，一伙人拿着大砍刀冲进厨房，就把厨师干掉了。等他们出门的时候，发现满满一桌子的好酒好菜。既然饭菜都上桌了，何不吃好喝好再走呢？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这顿饭竟然成了他们这辈子的最后一顿饭。所有人都没有走出那个大门。原来当时一伙人打开箱子的时候，厨师也在场，只是躲到了角落里，没人发现他。听到一伙人要杀他，自己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就在饭菜里下了毒药。遗憾的是，一伙人领先一步杀了厨师。庆幸的是，一伙人杀他之前就已经把毒药下在了饭菜里。最后这78个人全死了。这样一来，诸葛亮的墓葬也就没人知道了。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有疑惑了，你说这刘禅是不是故意在箱子里面放了77锭黄金？明明知道是78个人，还放77锭，最后导致一伙人同归于尽。这个问题留给你们，可以留言讨论。话说回来了，上面的2种说法是否可信呢？诸葛亮的墓到底埋在了哪里？传说靠不靠谱，这还得靠专家。专家表示，有关诸葛亮的墓，实际上史书上是有记载的。据史书《三国志》记载，
诸葛亮因为连年的北伐早已积劳成疾，不幸病逝在如今的陕西宝鸡岐山县的五丈原镇。在他弥留之际立下遗嘱，把自己葬在汉中定军山，以山为坟冢，足安葬自己的棺椁。当时的定军山就是如今武侯墓所在的位置。诸葛亮死后被刘禅封为周武侯，后来人们就把诸葛亮墓称为武侯墓。这里每天都有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，来瞻仰这一代名相诸葛亮的风采。诸葛亮像在大殿的正中央，让人看后无不肃然起敬。大殿的后方有4米多高的巨大墓冢，这座墓冢就是武侯墓。然而在他旁边的不远处还有一座武侯墓，只见墓碑上面写道：汉丞相诸葛中武侯之真墓。这个真墓写的好像别人不知道似的，这越是刻意写真墓，就越让人觉得它是座假墓。令人感到诧异的是，这相隔不过100米的距离，怎么会有2座武侯墓呢？如果这座写真墓的武侯墓是真墓，那没写真墓的那座武侯墓就是假墓吗？如果真是假墓，为何还要一直保留下来呢？这2座武侯墓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一山不容二虎的，专家也表示一定要搞清楚哪个是真墓，哪个是假墓。2座武侯墓孰真孰假，让人难以辨别。白莲教起义，诸葛亮显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开真假诸葛亮墓之谜。这个时候有人说诸葛亮是不是在效仿曹操的72遗种呢？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都知道，曹操是一个生性多疑、喜欢算计别人的人，因此和不少人都结下了梁子。他十分害怕自己死后遭到仇人的报复，所以在他生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。他要求后人在他出殡的那一天打开邺城所有的城门，准备72具棺木，分别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抬出，然后埋在事先挖好的墓穴中。只看棺木都让人觉得眼花缭乱，所以根本没人能分清哪个是曹操的真墓。那诸葛亮会不会也是用这种遗种的方式，故意弄2座古墓，让人混淆视听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勉县武侯祠的工作人员说，他知道哪个是真墓，哪个是假墓。要想知道哪个是真墓，就先来看一块牌匾。眼前的这块匾额就是清朝嘉庆皇帝御笔亲题的。然而在武侯祠这众多牌匾中，唯一一块由皇帝亲自题写的牌匾，为什么清朝的皇帝要给蜀汉时期的诸葛亮题词赐匾呢？他是否和这2座武侯墓存在着某种联系呢？工作人员表示，这件事还要从200年前的白莲教起义说起。这勉县本来也是要遭殃的，奇怪的是，这一地区始终都没被打下来。工作人员表示，白莲教徒曾多次攻打过勉县，因为勉县的地理位置特殊，白莲教徒每次攻打勉县都要经过定军山。奇怪的是，每次都发现山顶有清军旗帜在扰动，白莲教就误以为有官兵埋伏。等第2天白莲教徒派人去查看虚实，发现根本就没有官兵埋伏。这样一来，民间就开始说这是诸葛亮显灵了。诸葛亮显灵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嘉庆皇帝那里。嘉庆听后十分的高兴，为了表彰诸葛亮的功绩，就决定为武侯祠和武侯墓赐匾赏银。当时作为这一地区的总督，松军听后却不高兴了。原来说诸葛亮显灵的消息就是松军派人造谣的，因为当时他领兵攻打白莲教屡屡战败，为了糊弄皇帝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。然而诸葛亮的真假墓也是他一人策划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？原来嘉庆4年的时候，松军领兵攻打白莲教，期间就来到了武侯墓参拜诸葛亮，希望他能保佑自己可以旗开得胜。通晓史书《三国志》的松军很快发现，这里的武侯墓和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不一样啊。诸葛亮死后应该是依山为坟，是葬在定军山的，可是眼前的这座武侯墓离定军山还有很长的距离。他当时猜测，眼前的这座武侯墓很有可能是一座假墓。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不被嘉庆皇帝猜疑，他决定根据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那样，在定军山的半山腰为诸葛亮重新建了一座新墓，这也就出现了2座诸葛亮墓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到了民国时期，当地的一位地方官员很赞同松军的做法，又为这座武侯祠立了一个碑，并且还刻上了真墓2字。这样一来就把大家给弄糊涂了，所以整个事件已经很清楚了。原本的那座墓才是真正的诸葛亮墓，刻有真墓2字的也不能说是假墓，
毕竟距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所以景区也对它保护了起来。你对这2座诸葛亮墓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